婚礼上带着白月光私奔的新郎，刚出门就遇到车祸，医生说伤得太重，需要截肢才能保命。我还来告诉医生，那可不行，至少得留个全尸。婚礼进行到一半，新郎的白月光突然现身，哭诉着要嫁给新郎。就这样，新郎抛下我这个新娘，跟白月光跑了。全场一片哗然，我成了众人眼里可怜的笑柄。双方家长乱成一团，我爸妈心急如焚地冲到我面前，质问我到底什么情况。我苦笑了一下，3年的跪舔，终究抵不上白月光的一句娶我吧。这一刻，我也清醒了。我爸见状，气得伸手紧紧捂着胸口，察觉不对，我连网拨打了120，将人送进了医院。医院的走廊内，张爸安慰我，嘻嘻，张多那边交给我，我一定让这臭小子给你一个交代。将我承周脸目不作声，一旁的张母紧张的开口，嘻嘻，你爸爸本身有心脏病，年纪大，这事可跟张多没什么关系。我爸的检查都还没出来，他就害怕连累上他，儿子急着提亲关系，罗欣的嘴脸真是让人看得想吐，不想他们在这里影响我妈的心情。我下了主科令，将人赶了回去。张家父母刚走，我意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，苏西西玛，这里是第一医院，你丈夫张多出车祸了，家属赶紧来一趟。还真是无巧不成熟，我爸爸送诊的医院恰好就是第一医院，我花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急诊科。整个急诊大厅站满了人，充斥着痛苦。在白月光4跟的张朵也恰好在其中，他们开的车子被夹在中间，撞得几乎爆发。现如今两人生命垂危，躺在急诊抢救室里等待救援。很快就有医生走到我面前，你是张铎的妻子，我跟张铎在订婚的时候就去领个证，虽然婚礼没办完，在法律上我们确实是夫妻关系，否则医院也不会在出事之后第一时间联系到我。我点了点头，医生递来一份手术风险告知书，张铎情况危急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截肢挽救他的生命，跟你丈夫一起送来的叶宁，他的伤情较轻，暂时没生命危险，你尽快给他们交期费用，后续治疗才能跟上。抢我新郎还想我出钱给他救命，我脑子又没被驴给踢了，我直接告诉医生跟他不熟，医生无奈，随时我尽快考虑清楚，你这边做好决定，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安排手术。我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，含泪告诉医生那可不行，至少得留个全尸。在医生震惊的眼神下，我直接转身离开。又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我爸的身体总算平稳了下来，只要再住院观察2天没问题就能出院。我妈彻底松了口气，拉着我说话，西西，张铎的事情你也别太着急，让他这样对你，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淡淡一笑，不用以后，现实报纸不就来了吗？当天晚上，张铎的父母气冲冲的赶到了病房，见他们出现，我第一时间将人带到门外，有话我们这里说，我爸不能受刺激。话落，张母冲上来就要打我，张铎出车祸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抓住张妈张牙舞爪的手，冷眼盯着他。张铎出车祸的时候，我爸也在抢救，我怎么去救他？换成是你会选择抛弃你的男人，还是救自己的父亲？张妈中骂道，那你就能让医生放弃治疗，不就张铎？你这女人心怎么这么狠呀？我拿出手机，按下1103个数字，递到张妈的身上。钱，每个医生诽谤我，说我要求放弃治疗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我根本没在任何同意书上签字，也没对医生说放弃治疗，我不信。有哪个医生敢对张奴说这样的话？果然经过我这么一恐吓，张奴怂了，说我没第一时间积极治疗张铎，他哭着倒在地上，痛苦的大喊，我儿子后半生彻底毁了，以后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，你高兴了吗？坏女人，一个灾星，都是你害的。医院在我走后无人续费的情况下，又联系了张铎的父母，张铎的性命保住了，双腿被迫截肢，又因为延误治疗，导致腰部以下彻底没了知觉，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当个废人。我冷笑，阿姨，你这帽子可别乱扣，真正的灾星可还躺在你儿子身边呢。他愣了一下，瞅着我看来，我继续说，若是没有叶宁突然出现，张铎现在正在洞房花烛呢，怎么会出车祸？说不定10个月后你都能抱上孙子了。我这话简直就是在戳张妈的心窝子。她气呼呼的站起来，眼神里满是火光，叶贱人，都是他害了我儿子，害我张家绝后，我去要了他的命。望着张铎父母呼啸而去的背影，我站在原地淡然一笑，叶宁，这才是你的福报呀。几天后，张铎父母再次找上门来，他们将张铎原本在婚礼上要给我戴上的钻戒摆在了我面前，我有些诧异，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张妈笑着看向我，西西，我们张家的儿媳妇只认你一个。我将戒指推了回去，张铎的选择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我跟他没关系了。话音，张妈的脸色立刻黑沉严肃了不少，那可不行，你们可是领过结婚证的。我瞬间明白了张家父母的险恶用心，现场直接拆穿了他们。阿姨，你这不是认可我这儿媳妇，你是想给张铎找个后半生照顾他的廉价保姆吧？张铎现在成为废人了，他妈就想到我了，这老东西鬼心思可真鸡贼。我妈气得火冒三丈，指着张妈破口大骂，你也是当妈的人，你心肠怎么这么黑？这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面推吗？我们家绝不答应。眼看镜头被我看穿，张妈也不装了，苏西西是张多妻子，照顾她不应该吗？你若不照顾我儿子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领了证，做鬼都是我们张家的人。这话直接将我妈给激怒，没想到张家人如此不要脸，我妈气得拿扫把家人给赶出去。临走前，张妈还不忘朝着我警告道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你赶不回张家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臭不要脸的老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。西西，你婆婆来公司闹了，孙总很生气，你赶紧回来处理。原本请假的我
接到同事电话后，第一时间赶回了公司。当到公司门口，我便看到张妈对着过往办公的人员发传单，控诉我弃养她儿子。听说他闹得太过分，把来公司参观的2个大客户都给吓跑了。见我出现，张妈立刻冲了上来，拽着我的手大声嚷嚷：“大家看看呀，就是这恶毒的女人丈夫出车祸，她自己躲回娘家，不管丈夫的死活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污蔑我婚内出轨。这是一栋商务办公楼，周围可不止我们一家公司。”张妈的大嗓门瞬间引来了大量的关注，众人指指点点的看着我，各种议论。张妈得意的拉着我的手，用紧着我跟她才能听清的声音说：“这就是给你一点教训，知道吗？死老太婆实在太恶毒了。”原本还想着张多已经遭了报应，我就没必要再报复回去，没想到张家如此不要脸，那我也不必客气。事实上让这老太婆吃点苦头了，大多数的人只会同情弱者。张妈年纪比我大，又是我名义上的婆婆，她的控诉已经让不少人开始同情她。我将手中的包包猛地一扔，捂着脸哀嚎起来。张家7人探视，婚礼上他儿子带着初恋丢下我跑了，气得我爸心脏病发住院，现在出了车祸，渣男成活死人，佛家又想逼我守活寡，他们还扬言要是我不听话就弄死我全家。我婚礼有邀请几个私底下交好的同事，事发后我家这点八卦就在公司传开了。听到我的哭诉，终于有同事看不下去了，站了出来帮助我指责张妈：“你这老太婆也未免太过分了，就你那渣男儿子成废人家是活该，谁让他劈腿，不要脸，他妈给不要脸开门，不要脸到家了，都是21世纪的女性，最受不了的就是渣男和恶婆婆。”其他公司的人不清楚我的状况，经过我的控诉，还有同事的证词，瞬间刚才还是弱者的张妈成了众人眼中的可恶婆婆。张妈傻眼了，没想到一下子风向转变这么快，她还继续坚持嚷嚷：“你跟我儿子领了证，就是我们张家的人，你不管我儿子就不对。”这下算是彻底引起公愤了。张妈一张嘴根本敌不过众人，在众多同事的热心建议下，公司帮我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不用我开口，周围替我不值的同事就七嘴八舌的帮我作证。张妈直接被以寻衅滋事、破坏公司经营还有毁坏他人名誉的罪名给带走调查。后来张爸赶到了警局，他说可以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，让我撤销对张妈的控诉。我告诉警方，我坚决不要赔偿，只要求依法惩戒张妈，哪怕关了3-5天也好，好给这老太婆尝尝记性。我趁着张爸在警局处理张妈的事情，景家去了一趟医院，离婚的事情不解决，怕是后患无穷。我带着离婚协议书来到张朵的病房，张朵刚刚苏醒，见到我，她非常激动，嘻嘻，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。我冷笑，掏出离婚协议递到她面前，离婚协议书签了吧？张朵瞪大了眼睛，惊讶的看向我，我都这样了，你居然还要跟我离婚？我问她，不离等着守活寡吗？再说你不是要跟叶宁双宿双飞吗？我这是在成全你。张多忠没看着我，嘻嘻，我那是一时糊涂，我要娶的是你，等我好了，我们再补办一次婚礼，这次我把你娶了，我保证能让你幸福，好不好？且还在这跟我画大饼呢。张朵现在肯跟我低头，是想让我给她当免费保姆，伺候她后半生。我的耐心用尽，少废话，你就说这离婚协议书你签不签？见我态度强硬，张朵也不装了，要离婚不可能。他有恃无恐地说，我现在受伤住院，就算你去法院起诉离婚，法院也不会同意的。他这嘴脸比他妈还恶臭，当初我怎么会看上这种人？不过来之前我就已经做好准备，我拿出手机，将叶宁在婚礼当天发给我的视频展示给他。张朵惊讶地说，你怎么有这个？原本叶宁是想发给我，让我对张朵死心，没想到这段恩爱的视频倒是成我手里最有力的证据。你婚内出轨罪证确凿，你觉得离婚官司我胜算有多少？现在签了，我们还能好聚好散，等到上了法庭，丢人的只会是你。我的话让张朵十分挫败，见我态度坚决，他伸手接过笔，只要他在协议上签字，一切就结束。张朵刚动笔，张爸突然冲了进来，一把抢过张朵手上的离婚协议书撕碎。苏西西，你想离婚没门？张父神情激动地对着张朵说，这坏女人，社局把你妈关到派出所，趁着我们不在来逼你签离婚协议。听见这话，张朵暴怒，苏西西，你心机粉这么深，我社局，我心机深，难道是我让张妈来公司闹，毁坏我名声的吗？原本以为张父还算有点良知，现在看来都是蛇鼠一窝。张朵，你确定这离婚协议你不签？张朵恶狠狠地看着我说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好，我们法庭见。既然和他没渠道，那就走法律途径。我刚走出病房，张朵的父亲又追了上来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跟我去派出所签和解书。我老婆没出来，你不能走。面对张父的穷追不舍，我转头看向他，他不是说我手段厉害吗？那我就厉害给他看。我伸手扯着领口，威胁着张父，信不信我喊一声非礼，我去跟你老婆团聚，到时候我看谁他还能护着张朵。张朵显然对我吓倒了，他弄得看着我，等我走远了，身后才传来张朵气急败坏的声音，对于这种无耻之徒，就得比他更无耻。回去之后，我立刻联系了律师，我跟张朵的婚姻太荒唐了，必须尽早结束才行。律师告诉我，张朵在这段婚姻里属于过错方，她出轨在车祸之前，所以法院很大概率会支持我提出的离婚请求。刚从律所出来，我就接到新家物业给我打来的电话，苏小姐，你家遭贼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立刻赶到新家，物业管家已经在家门口等着我，见我出现，立刻跟我说明的情况，你看看要不要帮你报警？这是我跟张朵的婚房，婚礼出事后，我就一直住在父母家里。我先看看少了什么，我第一时间朝着主卧冲去，保险柜里面的陪嫁的金首饰，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粗略估算一下，
价值几十万，陪着我进屋检查的小区保安，突然说了一句，不像小偷入室盗窃，更像是熟人作案。我回头看向他，他立刻给我做了解释，一般小偷作案会到处翻找，可是家里除了主卧，其余房间连门都没被开过，若不是熟人作案，怎么可能这么明确的知道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呢？经过保安这么一点拨，我立刻反应，前段时间我表弟给我推销全屋监控，我就在新家装了一套，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，我打开监控，立刻知道了真相。下午的时候，张父带着2个男子来到新家，几人一阵搜索后，将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搬空，这群人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张父选择叶宁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彻底死了，原本可以好聚好散做没路人，只是这张家人太过分了，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，我直接拿出手机报警，我要报案，我家糟了。刚走到警局门口，就接到张铎气急败坏的电话，苏西西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都无语了，你爸带着人来偷东西，你还觉得我过分？张铎理直气壮道，那是我爸，算偷吗？我对这男人的耐心已经用尽，没事少跟我在电话底下避避，有本事让我面前来，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连下床都成问题，他如果真有不够，那我就放他一马。说完，我便挂了电话，有监控录像，证据确凿。警察很快就将涉事的3人带回警局，张父的态度非常嚣张，警察同志，我去自己家里拿东西，这算偷吗？见我进门，他直接站起来，怒气的指着我，我要告他诽谤，毁坏我清誉。我直接将房产证摔在桌子上，你要不要看看，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你去我家拿我的东西，经过我允许了吗？不问自拿，就是偷，要不要把你带人进去偷盗的录像拿到你单位去放一放，让你那群老同事看看你的德性。在我一边看一顿疯狂输出下，张父气得都快喘不上气来，你敢？我还想再对几句，跟我一同前来的律师将我拦住，他将我拉到一旁，示意我冷静。律师告诉我，因为我跟张铎的关系，让原本的盗窃罪变成了家庭纠纷，警察大概率会选择调解，不会立案。律师建议我将重点放在财产转移上，这样不仅能追回损失，还更利于我的离婚官司。不同意了律师的提议，将剩下的事情交给律师来处理。张父不情愿的将从家里拿走的财物主动上缴后，警察那边才放了他们3人，离婚官司正式开始。张铎那边也请了代理律师，被放出来的张母和张父一同代替张铎出席法庭。养父妻在法庭上声泪俱下，控诉我对张铎的无情抛弃，同时还表示张铎接下来要面临高昂的治疗费来挽救生命，他们希望法院驳回我的离婚申请诉求，同时要求我照顾张铎，支付他的医疗费。这样无理的要求，连我的代理律师听了都想笑。幸亏结婚当天我请了摄像，律师直接把婚礼当天的视频放在现场播放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叶宁发来给我炫耀的那些证据。张某并不是基于感情的基础上跟我的当事人结婚，这场婚姻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有蓄谋的骗婚。随后律师还放出了派出所的报警记录，主张张铎就是为了钱，在骗婚不成的情况下，还利用父母对我的名誉以及财产进行迫害，婚内出轨是事实，还有转移财产的行为，至少离婚官司基本上我赢定了。眼看局面不利，张母又开始作妖，直接在法庭上装晕。在对方律师提出交涉后，法庭同意然后再审，张家人不过就是在拖延时间罢了，去我公司闹没用，抢我的钱更没用，现在儿子又瘫痪在医院成废人，他们2老想折腾，那就随他们去，反正这官司我赢定了。这几天张多不停的联系我，全部被我给挂断了。律师草拟完离婚协议书交给我，他建议我还是找张多庭外签署协议，这样在时间上对我更有利，想要尽快摆脱这大麻烦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带着协议书来到了医院，还没进病房，就听见张母对我的控诉，没想到这死丫头以前看着乖巧，全部都是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她的真面目。小多，妈告诉你，这婚千万不能离，他家就他一个闺女，只要你们不离婚，你的医药费女的后半生就有保障，那叶建人更不是东西，还想叫我们出钱给他看病，没门。张多不耐烦的说道，妈，你说的我都清楚，这些天我不是一直联系着吗？你们继续唱白脸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他喜欢我这么多年，我说2句好听话，他会心软的，人不要脸真是无敌。我跟张多是大学同学，曾经有次班级组织外出登山游玩，我在山边小溪玩耍的时候，意外落水，水流很突然急，没人赶下来救我，是张多在危机关头跳下水塘将我捞起。从那次起，我就注意到了他，我只是默默的关注着他，从未想过打扰他。他跟女友分手半年后，主动提出跟我交往，我跟在他身边，不知疲倦的照顾着他，直到他提出结婚，又在婚礼上抛弃我，才彻底让我死心。可我没想到，我认识的张多居然是这样的人渣，人性的丑陋，在这一刻真让我恶心。自从我拉黑了张家人之后，世界都安静了不少。邻居突然的来电令我莫名的心慌，小苏，你爸在医院，你赶紧来。挂到电话，我来不及请假，直接冲到了医院，我来不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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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后直接扑到我怀里泣不成声，见他状态不好，我只能询问邻居情况。我爸妈住的是单位分发的公寓楼，周围的邻居都是10几年的住户，跟亲人一样。邻居阿姨告诉我，今天有人来我家里闹，还吵得很厉害。等他们察觉不对劲赶去的时候，我爸心脏病已经犯了，
小苏来的那女人可凶了，一直骂你，就是她硬生生把你爸给气病的，你可不能放过她，那我导致把我爸给气病了。我大脑里面立刻出现一个可疑的人选，我拿出张朵母亲的照片，阿姨是她吗？邻居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就是她，可凶悍了，还说让你别躲着，一定要弄得你全家身败名裂呢。我内心的怒火瞬间达到高潮，我没想到张家人会如此过分，找不到我就找上我的父母，他们明知道我爸有心脏病，还找上门来，这简直是蓄意谋杀，这一家子简直就是畜生，为了一起私欲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。若不是我爸还在抢救，我早就冲去跟那四老太婆拼命了。我起身走到楼梯间，拨通了张朵的电话，细细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听到张朵的声音，我就觉得恶心，收起你拿虚伪的嘴脸吧，你妈冲到我家来闹，把我爸气得心脏病发作，我爸若有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全家。下一秒，电话那头换成了张朵的声音，姓苏的，你少威胁我，我儿子都成这样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，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当成好喜，你若是不听话，我有100种方法弄死你，无耻，他真的连半点脸都不要了。跟这种疯了的老女人已经无法正常的沟通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既然他们不放过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你来做什么？叶宁抬头看向我，瞬间脸色黑沉了下来，我将果篮放到一旁，拉开椅子坐下，完全无视叶宁的黑脸。听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叶宁还怀了张朵的孩子。提到孩子，叶宁瞬间怒了，他挣扎着挥手朝我打来，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活该，觉得我是现世报，他心里倒是清楚的很，知道他这样是报应。我接住他挥打来的手，冷静的看着他，我今天来不是奚落你的，我是来帮你。他故意地打量着我，帮我？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我不是好心，我只是看不惯张家欺负人，你为了张朵连子宫都摘了，张家人去上门来打了你一顿，别一顿，你医药费都不帮忙。叶宁明显被我的话被触动了，可是依然强撑着，对我表现得十分厌恶。你用不着来挑拨离间，我知道你是记恨我能得到张多的爱。他洋洋得意的姿态让我都想笑。张多爱他，曾经我也这么认为，现在我清楚的明白，张多爱的只有他自己，张家人有多自私，我看得清楚。我将手机扔给叶宁，你说张多爱你，那你好好睁开眼看看，手机里全是张多这些天对我发的肉麻短信，为了挽回我，他什么恶心话都能说得出来。叶宁仔细的翻看，他拽着我手机的手不断的用力翻白，将他此刻的内心泄了无遗。我来的时候恰好看到叶宁的父母在交费大厅，我特地找了角度将照片拍了下来。叶宁的家境一般，这次他虽然伤得比张铎轻，可是也面临着一大笔医疗费，别害车祸，保险还在扯皮，前期的费用都得自行垫付，对于叶家来说太难了。父母交费的照片让叶宁瞬间破防，他抬头看向我的时候，眼神里面已经满是恨意。你要怎么帮我？张家可不穷，驾车的人可是张铎，难道他没有责任吗？张家敢这么嚣张，不过是因为你们叶家不是本地人罢了。张母来病房闹过几次，一口一个灾心的骂了叶宁，甚至还跟叶宁爸妈有口角冲突，我就不信叶宁心里会不恨。叶宁也明白我不可能完全是在帮他，他问我目的是什么，我也没瞒着，我说他们家想让我回去给张铎当免费保姆，照顾他这个废人下半生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倒是你，张家可不缺钱，你为了张铎连子宫都摘了，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，难道不该有笔赔偿吗？真诚才是最佳的必杀技。叶宁答应了跟我合作，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果然叶宁就是我对付张家最有力的一张网牌。2天后，我将一份取报信投递到了某公司的邮箱里，叶宁告诉我，张铎曾经跟他炫耀过，张父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之便，没少于一切，我只能让他把他当免费，我只能让他。我找中保司能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之后，我立刻去调查，张父已经退休了，人不在职，要查他的消息方便得多，很快我就查到了线索，我将这些资料张铎整理好，送张父一张牢房通行票，他想安稳退休，还想到我家鸡犬不宁，想得美。叶宁不愧是张铎的白月光，张铎跟他也是无话不谈，他知道的信息很多，我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举报资料弄到完整，全靠了他的帮忙。跟张铎认识这么久，我们有不少共同的好友，只要我想，张铎的责任是一样的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样的朋友。那边的消息我就算不出门也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很快我便收到消息，张父给人带走了，张铎还在医院躺着，张父又被带走调查。张家每个主心骨万成立团，我第一时间将消息透露给叶宁，接下来就等叶家人登台唱大戏了。叶宁虽然人在医院，可是这几天他没闲着，自从他反应过来张家人就是看叶家在这里没人好欺负后，他这几天就联系了老家的亲戚，他们家是南方沿海的小县城，宗族文化非常繁盛，听到本家的女娃在外面被欺负成这样，同姓的亲戚立刻答应赶来助阵。接到我消息之后，叶宁立刻给老家亲戚订了车票，很快叶家父母就带着亲戚赶到了张铎的病房，叶宁还特地安排人给我现场直播。原本看叶家父母进门，张母还很嚣张，灾星还来干什么？还嫌弃害我儿子不够吗？叶母这回可没忍着，把我女儿害成这样，你们还敢这么嚣张？真以为我们家没人吗？张母之前在叶家占了上风，以为这次依然能够轻松拿捏叶家，所以态度非常嚣张，就欺负你们又怎么了？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？敢来这里叫板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叶母一听急了，
朝着身后就一阵招呼，灾星叶的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们管不管？下一秒叶家人一哄而上，瞬间惊呆了张母，你们想干嘛？张多见状也慌了，连帮喊他妈妈，快给爸打电话，他似乎忘了，他爸好像还在牢里呢。叶家的男人守在外围，叶家那群神神姨母的直接冲进去，对着张母就是一顿暴打，让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欺负我们新叶的没人是吧？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若不是后来医院报警，张母可能会被叶家人给撕成碎片。他哭红了眼的倒在地上哀嚎，脸上和身上都有不少的血口子，衣服也被人给撕烂了，模样的叫一狼狈，看了真让人解气。警察来了之后，了解了前因后果，面对一群叽叽喳喳吵饭厅的大妈，他们也很无奈，他们让张母自行调解。张母见叶家来人众多，不敢再嚣张，叶家人趁机提出要求，让张家负责叶宁全部的医疗费，还有后续的赔偿。张母不同意，叶家人就说要闹到张家来人，他每天上张家去做客，天天来医院问候张朵，这一举动可将张母给吓到了，他嘴里骂着这些人无赖，可是半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。张朵更是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只能任由着叶家人提出赔偿，乖乖的签字画押，张家的钱都赔偿给叶家了，张夫又被关着，张家是真拿不出钱来了，没办法，张母只能冒险让张朵回去休养。我听说张母还跟张朵的朋友打听我的消息，想着从我这里坑钱，可惜叶家人根本不让他闲着，我带着离婚协议书敲开了张家的大门，开门见到是我，张母还有些震惊，怎么是你？我找张朵。张母有些不屑一顾，你找我儿子能有什么好事？他态度嚣张，不过我不惯着，不把这老太婆给气死，我都觉得。我说完转身就走，下一秒他就反悔了，伸手一把拉住我，你别走，我猛地将他的手给甩开，别碰我，会气。他气急了，还想骂我，不过我嘴更快，你说想为长家子亲切来闹一闹，你就继续嘴贱。张母是被叶家人底下怕了，听见我这话立刻就老实，果然是然人善变人欺。我知道张铎的房间，直接推开张母，朝着张铎房间走去。进门后，张铎看见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嘻嘻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他还在这跟我装深情呢，大概这场车祸把他脑子也给整坏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往张铎身上一扔，少废话，签了吧，明白我是来签离婚协议的。张铎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，嘻嘻，我不可能跟你离婚的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死无赖，这是彻底赖上我了吗？可惜他这如意算盘终究要落空。好呀，不签我们就耗着，等了官司结束，你若想上诉，我就应诉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张家两母子忽一地打量着我，张铎甚至威胁我说，你可是女生，你真不怕拖延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伸手掐在他受伤的部位，疼得他大叫。张铎，没钱看病的日子很痛苦吧？我不离婚，我们共同拥有的那部分财产你也得不到，就眼下张家的状况，你说你会不会没等到离婚成功，你人就没了？张铎气急败坏的怒骂着，你少胡说八道，等我爸回来，叶家那些漂亮小丑全都得滚蛋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就你爸贪污的那些钱，足够他在牢里待几年了，等他出来，你说不定就成白骨嘛。张铎没想到我对他们家的事情了解的这么清楚，他无措的睁了眼，看着张母。这些天张母对叶家人给折磨的身心俱体，早就没了之前的战斗力。我趁机开出条件，诱惑张铎，房子当初你也有份，你答应我签字，我还没说好见啊。张母还骂我落井下石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活待他们张家有此报应。最后张铎答应了签字离婚，委托他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，在律师的见证下，我将购房款打到了张铎的卡上，转账成功的那一刻，我立刻通知了叶宁。张铎想悄悄瞒着，根本没。叶家人当天就带着人马冲到了张家，让张铎交出钱来给叶宁作为补偿。张母不想给，叶家人就带着不走，吃喝拉撒全在张家，闹得成了。张铎都快得抑郁症了，张母报警了几次都没用，最后只能妥协，掏钱息事宁人。好不容易到手一笔钱，现在又没了。张家的其他财产因为张府被调查，处于冻结状态，张铎只能躺在床上耗着，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。张父的情况调查清楚了，罪证确凿，接下来张父面临的则是刑事责罚。张母在得到消息那天直接吐血晕了过去，现代人还在医院没清醒呢，这是张家的报应。原本我可以不计较张朵的背叛，好聚好散，两人和平分手，可因为张家人的私心，一步步将我往最坏的方向逼，今天的恶果全都是张家人自己造成的，怨不得旁人。我爸出院的那天，我在医院碰到了坐着轮椅的张朵，短短几天不见，我差点认不出他来，他消瘦的只剩下一层皮，艰难的坐在轮椅上，端着水盆朝着病房滑动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他低下了头，我也装作没看见，扶着我爸离开。现在我们离婚了，张家也遭到了报应，我们两个再无瓜葛。我爸也看到了张朵，他长叹一口气道，人呀，还是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，会遭报应的。我淡淡一笑，爸，我们走吧。叶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的见面，他也说他已经决定随着父母回老家。张家这种情况，他也不能再从张家获利，拿着张家之前给的钱，还有保险赔上来的钱，他决定回老家买一套小房子。安安，他找我来是向我道歉的。苏西西，我郑重的跟你说对不起，曾经因为我的过错伤害了你，对不起。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在我看来，感情没有真正的对错，唯一做错的人是张朵，他不该脚踏两只船，在我跟叶宁之间来回跳。至于叶宁，这场车祸就是他替自己犯错买的单，失去生育的能力这样的惩罚足够了。我大方便拿起杯子，轻轻朝着他致意了一下，一路顺风，未来幸福。他的未来我不知道，
只能祝福，我的未来，我坚信会很幸福。